你的官位是抢来的，名字也是抢来的，甚至连夫人还是抢来的。那天威远侯的幼子王腾带着妻子前往通州，而你身为此地山贼的大当家，顺手就把他们给绑了。本来只是想着劫点财，却没想到王腾跟你长得有9成9相似。这怎么会这样？他和大当家怎么会？其余山贼看见后瞪大了眼睛，你皱了皱眉头问道：你父母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有一个走失的同胞兄弟？原来你在数月前魂穿来到这个世界，虽然继承了原主劫富济贫的事业，但没继承记忆，所以对原主身世真不清楚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只有一个兄长。王腾脱口而出回答道。他的妻子谢清无却是看见了活命之机，连忙说道：这位公子，我夫君乃是威远侯的幼子，此去通州任京安危小旗一职，长辈的事他未必尽知。再说世上怎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人？公子何不与我们一同去见我公公一面？真相自会大白。待你认祖归宗后，定然前途远大，为官为将，岂不比在山中为贼打家劫舍来的好？对。王腾也顿时反应过来，连连点头，口不择言。我爹年轻时行走江湖，没少欠风流债，指不定我就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啊！这也不是不行啊。有些山贼心动了，闭嘴！你呵斥一声，倒没想到这山咔咔会来那么大条鱼，大到你敢吃下去就会撑死。而且这家伙会不会真是自己的亲兄弟啊？见你迟迟不语，王腾思索着自己还有什么能够换取性命的筹码，余光突然瞥见了身姿娉婷的娇妻，立刻上前抓住谢清武往身前一拽。大当家，这是我妻子，姿色身段极佳，特献给您。只要您能饶我一命，金钱美人全部归你。谢清武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，你怎能如此无耻？闭嘴！嫁给我就是我的人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王腾面对山贼唯唯诺诺，面对妻子却重拳出击，怒吼一声后转头看向你时又挂上了谄媚的笑脸。还请大当家笑纳啊！你微微挑眉，眉里那个严于自律的懦夫，而是看向了哭得梨花带雨的谢清武。小娘子，你说的对，我去当威远侯的儿子，确实比当山贼要强。谢清无闻言，心里却已经没有活下来的喜悦，只是木然地站在原处。但王腾却是欣喜若狂，自觉逃过一劫的他连连点头。没错。下一秒，刀光闪过他的头颅，高高飞起。谢清无吓得大叫一声，他满眼恐惧又不解地望向你，你笑容和煦地说道：这样又坏又懦弱无能的男人，连活着都不配，又气配做你这种绝色佳人的丈夫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当朝威远侯的幼子王腾了，而你就是我夫人，如何？话音落下，不等其回答，就回头大笑着吼道：弟兄们，上任通州，恭贺大当家！跟着大当家去通州当官，吃香喝辣，吃香喝辣！一群山贼反应过来，个个喜不自禁，千疮百孔的马车继续前行。你正思索该怎样威胁谢清无协助自己完成身份顶替，没想到他却露出个明媚的笑容，轻声说道：你虽然与我夫君容貌相差无几，但你对他一无所知，想完美顶替他的身份就离不了我的帮助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便愿意配合替你遮掩身份。为什么？你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说道：莫非是想假意配合，麻痹我后再伺机而动，为你那废物丈夫复仇？你都说他是废物了，那种懦弱无能的家伙不配当我丈夫，更不配我为他复仇。谢清无提到死鬼丈夫，情绪难掩激动，显然怨念极深。我一开始就没想嫁给那废物为妻，奈何是家族联姻，本来都已经认命，想尽力当个好妻子好儿媳，可没想到婚后那混蛋依旧在外胡作非为，方才还为了苟活主动把我献于你，你杀了他也算是把我救出了苦海，所以我不仅不会因此恨你，反而还有些感激你。谢清无发泄似的一口气说了一大堆，缓了缓又继续说道：对我还是对我谢家而言，谁是王腾不重要，只要我是王夫人就行。因此我这既是在帮你，也是在帮我自己。从这一刻起，你我命运相连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嚯，这个女人有点意思，虎女配了犬子啊！所幸老天有眼派我来修正这段姻缘。你哈哈一笑，随即认真的说了句：那么娘子可以说说你的条件是什么了？谢清无高扬起头道：你不能碰我的身子，夫人真是太高估自己的魅力，也太低估我的追求了。你笑了起来，指了指自己说道：我作为堂堂侯爷之子出身尊贵，前途无量，又岂会缺女人？夫人美则美矣，却还不值得我为你春风一度，从而放弃高官厚禄，美人无数。那你可高兴早了。谢清无直接就泼了一盆冷水。还高官厚禄，前途无量，先能在通州熬到回京城那天再说吧。你眉头一挑，这才想到不对劲的地方，堂堂侯爷之子又怎么会被派到通州来当个静安卫小旗？谢清无幸灾乐祸道：我那夫君在京城闯下大祸，公公将他逐至通州，固然势必护使其远离漩涡，但也是对其心死，有任其自生自灭之意。什么大祸？你脱口而出。谢清无似有些难以启齿，扭捏一番后才说道：酒后与人争锋，众目睽睽下失手打死了婉贵妃的侄儿。你表情一僵，天下谁不知婉贵妃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，杀了他的侄儿还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万幸。想重回京城靠家里升官估计很难，而且还要防着婉贵妃的报复。我去，自己顶替王腾的身份还没享什么福呢，大锅却是先背了一口。不过相比起能摆脱山贼身份借壳上市，这一点小麻烦都不是事儿。那京城不回也罢，静安卫小旗的身份为夫已然知足了。你脸上乌云尽散，重新挂起灿烂的笑容。静安卫是大周天子亲军，权力
立大地位高，足以贪赃枉法发家致富，以后的日子可比当山贼有盼头。谢清无顿时一滞，你甘心在通州混日子？但他不愿意，便又连忙补充了一句：父子血亲岂是说断就能断的？待公公气消，你写信说点软话，还是有机会回京的。再说吧，你随口敷衍，反正现在又不急着回京。谢清无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瞥了你一眼，哼道：那随你好了，娘子还是跟为夫讲讲为夫是个怎样的人吧。你笑盈盈道。谢清无听着你一口一个娘子，又自称为夫，虽然心中有些羞恼，却也只能强忍着不是顺从的耐心讲述起来。他不通武艺，风流跋扈。而同一时间，通州城门外，一群靖安卫正朝着前方时不时张望。总旗陈忠义问道：大人，这位小旗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竟还劳烦您搁置公务，亲自带着我们出城相迎。是啊，大人，我们这破地方还能飞来什么金凤凰不成？另一位总旗许志勇也从旁附和了一句。百户郑玄成抿了抿发干的嘴唇，说道：这位也可是威远侯家的公子，你们说值不值得我赢？两位总旗对视一眼，齐齐倒吸口凉气。谁不知道威远侯府世代为国戍边，迫使北戎不敢南下，当代威远侯更是化境境高手，大权在握。武道境界共有5层：断体、凝气、游龙、化境、通玄。通玄境强者当世少之又少，化境境已经能被尊称宗师，更别提威远侯还是侯爵。他的儿子走到哪里不都得被人供起来？大人，不对啊！陈忠义反应过来，皱眉说道：这样的人物加入靖安卫倒不稀奇，但怎会来我们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个小旗？那可就有说法了。这位爷在众目睽睽下杀了婉贵妃的侄子，被家里赶出来的。郑玄成不咸不淡答道。陈忠义和许志勇都听出了一丝别样的味道，两人交换个眼神。许志勇试探性说道：大人真是消息灵通，婉贵妃差人告诉我的。郑玄成将两人的反应尽收眼底，悠悠回应。陈忠义和许志勇脸色骤变，郑玄成图穷匕现：二位，贵妃娘娘说了，帮他解了心头之恨，今后荣华富贵、高官厚禄享之不尽，难不成你们甘心一辈子困在这儿碌碌无为吗？可是大人，那可是威远侯家的公子啊！陈忠义压低了声音说道。郑玄成纠正道：是被威远侯逐到通州自生自灭的公子，而且只要我们小心行事，谁能查到我们头上？何况你们觉得有拒绝娘娘的资格吗？陈忠义和许志勇脸色阴晴不定。二位放宽心，据说那王腾在京城欺男霸女、为非作歹，不仅是得罪了许多权贵，还早就不为威远侯所喜。他若真在乎这个儿子，又怎会把他发配到通州当区区个小旗？郑玄成耐心给两人做着思想工作。婉贵妃的儿子深受陛下恩宠，将来很有可能被立为太子，继承大统。以前你们怪这恶山恶水之地没有机会，现在飞黄腾达的良机来了，还犹豫什么呢？最终两人对视片刻后，一咬牙应了下来。不久后，你掀开门帘，一脚看着郑玄成率众而至，喃喃自语道：来者不善呐，靖安卫位高权重，哪怕我是侯爷之子，但那为首之人不该公开把姿态放那么低，否则以后还怎么服众带队伍？你才是来者。谢清无轻哼道。你没有理会他，掀开帘子下了车。郑玄成露出笑容，快步上前。鄙人通州靖安卫百户郑玄成，王公子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，郑百户有礼了。你一副对方迎接自己是理所应当的模样，这目中无人的嘴脸让郑玄成表情僵了一下，强忍着不爽看向5具尸体转移话题。王公子，这些事途径凤凰山遇到马贼，我将其击退并杀了5人。你淡然道。郑玄成心里不屑一顾，你不通武艺能击退马贼，还连杀5人，也真敢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全靠你那些护卫吧。公子神勇，在下佩服。郑玄成一脸钦佩地恭维了一句，计上心头金光一闪，笑道：城外凤凰山的马贼为祸已久，屡屡袭击过路商队和本地富户，县衙也多次试图出兵剿灭，但可恨那绰号刽子手的匪首阴险狡诈，不仅屡次逃脱，还杀死打伤了不少捕快。县衙不得已刚请托我们百户所出手相助，未曾想王公子在上任途中就已重创刽子手，这还真是天意啊！依我看，此事不妨就劳烦公子负责可好？百户高见，王公子出手，那刽子手插翅难逃。许志勇连忙附和，你心中顿时警铃大作。郑玄成在自降身份过度讨好的同时，又煽动出来乍到不明情况的你去剿灭凤凰山马贼，再结合谢清无所言婉贵妃侄的事，如此种种让你有了个大胆的猜测，那就是郑玄成受婉贵妃指使，欲借山贼的手杀害自己。再退一万步，哪怕郑玄成不是受婉贵妃指使，但这也明显是要害你，不过想借我的刀杀我，呵呵，那就陪你们耍耍。你露出一副被吹捧的飘飘然模样，哈哈，好说好说，区区一群不入流的山贼，我反手可灭之。你昂首挺胸的走在前面，到城门口时看着上面张贴的通缉令，停下脚步，指着其中一张满脸络腮胡的画像，这就是那凤凰山马贼匪首，长成这样，我长这样我自己咋不知道？实不相瞒，那匪首行事一向不留活口，无人识得他真言。这画像不过是根据市井传闻而作罢了，还传说他真人青面獠牙，身高10尺呢。郑玄成摇头答道：原来如此，你恍然，随即哈哈一笑。不过很快我就会抓到他，让大家看看他的真面目，这是自然。我就提前恭祝王公子马到成功了。郑玄成笑道，最终在一处看着颇为体面的宅院前停下。郑玄成讨好似的说道：公子，这套宅子是在下所有，近些年一直空置，就先给公子暂住，下人都配好了，望您满意，那就多谢郑百户了。你坦然收受。郑百户和诸位也辛苦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请公子好好休息，晚上再一醉方休。告辞。郑玄成说完就直接带着众人离去。走远后憋了一肚子火的陈忠义才一吐不快：大人，这姓王的也太目中无人了，没拿正眼看过我们也就算了，分明连您也没放在眼里啊！不放在眼里才最好呢。我们对他越是恭敬，他对我们就越是会放松警惕，等有个3长2短，也没人怀疑到我们头上。郑玄成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：大人英明。陈忠义捧了一句后又说出担忧：王腾身边护卫都是好手，凤凰山除了匪首，其他说到底都是群不入流的匪，怕难以伤他性命。我记得徐总旗前些日子突破断体境巅峰了吧？郑玄成没回答，而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看似无关的话。许志勇秒懂拱了拱手道：卑职明白了。一个相貌憨厚的小老头弯着腰上前：大人夫人，小的姓陈，贱名有福，是这院里的管家。有福这名字可不贱啊，那么多人偏偏你有福能伺候我。你随口点评了一句，尽显傲慢，接着又不耐烦地说道：赶了一天的路，身上风尘仆仆，老陈你先安排人带我和夫人去更衣，另外把行李搬到房间，再给
给我这些护卫安排好住处，备些吃食。是大人，热汤早就为您和夫人备好了。陈有福微微鞠躬，随后回头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，去2个人到外头搬行李。翠儿、柳儿，你们俩服侍大人和夫人到房间洗漱更衣。你和谢清无进了一间寝室，屏风后面放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浴桶。大人，这些放在哪儿？与此同时，数个家丁抬着几箱行李走了进来，就放那儿吧。你随意指了个位置，又看向丫鬟说道：“你们都下去吧，有夫人伺候我沐浴就行。”一众下人应了一声后退出房间，并轻手轻脚地把门给带上了。当惯了你腿子，庄副少爷还真累人。你扭了扭脖子看向谢清无，你先还是我先？当然我先，我可不想用你剩的洗澡水。谢清无风轻云淡地说道。你眨巴眼，行，反正我不介意用夫人剩的洗澡水，不过夫人可千万不要偷偷在水里小解哦。谢清无又气又羞又无语，他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？你见状哈哈笑道：“不过是戏言而已，夫人大可叫人换水吗？”谢清无冷哼一声，往屏风走去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非礼勿视，不要偷看。夫人放心，为夫可是这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君子。”你说道：“你可没说谎，伪君子也是君子吗？”谢清无奔波了一天，又经历那么大变故，他现在只想好好洗个澡放松放松。因为有陌生男子在，所以谢清无洗得很快。可等洗完，才发现自己刚刚气昏头，忘了拿换的衣服，只能向你求助道：“你去帮我拿下衣服。”我是谁？你问道。谢清无当然知道你想听什么。夫君，劳烦夫君帮我拿下衣服。夫人稍等，为夫这就去。见对方识趣，你才满意的去打开箱子，帮他找了一套衣裙搭在屏风上面。穿好衣裙，谢清无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。刚洗完澡的他脸上湿漉漉，分外可人。你看什么？谢清无被你盯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你收回目光，冲外面喊了一声：“来人，重新换水。”是。翠儿和柳儿在外面应道。换好水后，2人又被打发了出去。看来你还是对我放心不下，连洗澡都带着兵刃，防着我一弱女子偷袭你吗？是有多怕死啊？我没带啊！你莫名其妙。谢清无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你洗完澡换好衣服，从屏风后面走出来。就在此时，一阵开门声响起，谢清无下意识的循声看去，只见一只梨花猫推开门走了进来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梨花猫跑到你面前跪下，口吐人言：“参见主公。”这是妖精。谢清无瞪大了眼睛盯着梨花猫，不怪他如此失态。从上千年前开始，这世间的妖魔鬼怪就越来越少，对很多人来说就跟神仙一样，只存在于传说和书本记载中。以谢清无的家世和身份，当然也曾见过妖，但万万没想到你这山贼身边居然会有一只。但你这娘们好生无礼！我乃主公座下之将离将军是也。梨花猫感觉被冒犯，呵斥一声，原地跃起欲踢谢清无，但下一秒就被你一巴掌扇倒在地。行了，老二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带的？在来通州城之前，你便先派了个手下回山寨给留守的二当家带信，而肥猫就是被老二派来回话的。这猫妖是你半年前从一个猎人的陷阱里救的，他自幼喜欢在茶楼听人说话本演义里的故事，被救了后非得认你当主公，自称智勇无双离将军，整天喊着要辅佐你匡扶天下。你一开始还真以为这猫妖有多大本事，结果发现就是比普通猫强壮一些，跑得快些，会说话以及吃得多些，但也不是完全没用，偶尔可以充当斥候跑腿报信侦察敌情，这也是你能屡屡逃脱陷崖围剿的原因之一。梨花猫身段灵活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回主公话，骠骑将军嘱咐您以自身安危为重，他会守好皇宫，静候军令，私设官职，你们要谋反。谢清无花容失色，满眼震惊，怪不得这贼子如此胆大妄为，竟然是反贼头领。下一秒，谢清无猛地向一根柱子撞去。如果你只是山贼，他为求活还能与你合作，但若为反贼，为了家族考虑，就不能和你扯上任何关系，免得被牵连诸族。这种情况下，他宁可一死。我去，这小妞是个狠人啊！你吓了一跳，一步踏出，挡在他前面，顺势将其揽入怀中，黑着脸，既无奈又无语地解释道：“想造反的是那只猫，与我无关，官职是他自己瞎封的，我只是个打家劫舍的良民。这猫满脑子帮我匡扶天下，给每个山贼都封了官职，还自封军师兼大将军，当然也没人搭理他就是了。主公既已谢命，何不干脆杀之即起？主公威名远扬，振臂一呼，方圆百里定无贼不从。我们打进天津，夺了那皇帝老儿的鸟位。”黎将军激动地说道：“你一脚将他踢飞，滚开！我迟早死你嘴上。”接着低头对怀里有些懵逼的谢清无说道：“看见了吧，这猫脑子有重疾，说的话当不得真。”看出来了。谢清无下意识点点头，接着才反应过来自己还被搂在怀里，连忙一激灵挣脱出去。你沉声喊道：“黎将军，今后你就装成一只普通家猫，跟在他身边，帮我死死盯着他。他每天做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我都要知道。”对于被监视，谢清无倒是早有心理准备，只是没想到是只猫来负责。这，请主公收回成命。梨花猫看了谢清无一眼，当即拒绝，眼中满是严肃和憧憬。臣还要为了主公的王图霸业而谋划，事务繁杂，哪能将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这娘们身上？你要抗旨。你脸色一冷道。梨花猫张了张嘴，臣遵命。旁观的谢清无无语了，都猫有猫病，人也有猫病，他是谁你知道吗？你指着谢清无问梨花猫，为了防止这猫不用心办事，觉得有必要让他认识到自己任务的严肃性、艰巨性、必要性。梨花猫摇摇脑袋，骠骑将军只让他来带话，但没告诉他发生了什么。你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她是当朝安宁伯的女儿，她丈夫是威远侯幼子，相貌与我极其相似。我杀了她丈夫，冒充晋安卫小旗一职，她安分与否关乎我的生死。”原来是这样，臣明白了，臣什么都明白了。梨花猫瞪大圆溜溜的眼睛，呼吸急促，请主公放心，有末将盯着这娘们儿，她就休想坏你大计。原来主公不是无心霸业，而是要走另一条路，真是英明，真是高啊！明白了就好。你挥手说道：“下去吧，晚上再过来。”遵命。末将告退。梨花猫转身轻快跑走。这时候一直安安静静的谢清无才开口问：“你身边怎么会有一只妖？”“捡的。”你随口回答。说起来，要不是亲自遇到妖，还以为这个世界传说中的神仙鬼怪都是假的呢。根据传说和古籍记载，上千年前乃至更远的时候，世上妖魔横行，炼器是一常见，只是后来不知为何灵气突然枯竭。你帮我也捡一只吧。谢清无根本不信，你知不知道去除那些
生了灵智的手。当今天下能口吐人言甚至化形的大妖不过五指之数。那只猫虽然脑子有病，但也是一只能口吐人言的大妖啊！你可能误会了，黎将军只是早年误服一果，开了灵智，能口吐人言而已，本身无神本领和神通，否则身边有此大妖，我又何至于带人在山中为道？你摇了摇头解释。谢清无一怔，是。接着又半是羡慕半是惋惜，竟然能遇到百年难得一见的异果，那猫倒是好福气。你走到床边，倒头就躺了上去。谢清无回过神上前伸手拉拽，你睡这里？那今晚我睡哪？当然也是这里啊，我们俩可是夫妻啊，难道你还要分房睡？传出去让人怎么想？你说道。谢清无松开手，板着脸，我答应配合你，但绝不可能跟你同床共枕。你也答应过不碰我身子的，谁说睡一间房就一定要同床共枕了？你反问一句。不等他回答，又说道，一个睡床，一个睡地上。见你如此坦荡，自觉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谢清无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让你睡地上是不是不太好？那肯定不好啊！你顿时一个鲤鱼打挺坐起道，所以你睡地上，我睡床，还我睡地上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为了别人委屈自己的人吗？谢清无气急，深呼吸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咬牙说道，我睡地上就睡地上。这混蛋比自己那死鬼丈夫更有勇有谋，杀伐果断，但也更无耻无赖。你倒头就睡，嘴里又提醒了句，你最好离我远点。为什么？谢清无皱眉问道。吾好梦中杀人，有丞相之好，必有丞相疾。你回道。谢清无半信半疑，真的假的？一觉醒来，天色已晚，门被敲响，大人，郑百户派人接您赴宴。陈有福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让他等着。你霸道的回了句，又说道，叫人打水伺候我洗漱。谢清无放下手里的书写，看了你一眼，这贼子的跋扈劲冒充自己丈夫都不用演，反而还要收敛些。不一会儿，翠儿和柳儿就端着水跟毛巾进来伺候你洗漱。打发两人下去后，你看向谢清无微微一笑，夫人且在家中耐心等候，饿了就让下人备食，为夫去便回，今晚定不会让你独守空闺。我今晚想守寡。谢清无翻了个白眼道，你摇了摇头，夫人已经是寡妇了，我怎能让你再守寡呢？而黎将军不知从哪儿跳到门口，喵了一声，昂首挺胸且不太优雅的缓缓走进房间。郑玄成设宴款待你的地方是在七府上，除了白日见过的陈忠义跟许志勇外，还有一个相貌儒雅的男子。郑玄成声音爽朗地说道，哈哈哈，今日寒舍能得王公子这等贵客大驾光临，可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快请上座。郑大人客气了。你不咸不淡地回应了一句，接着大步越过四人，毫不客气地坐在主位上，然后抖了抖袖子，反客为主招呼他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都坐吧。郑玄成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里的恼怒，招呼另外三人一起坐下后，指着儒雅男子介绍道，王公子，这位是本县的父母官王县令，他得知您要帮助县衙剿灭凤凰山马贼，今夜特意前来替全城百姓敬您一杯以示感激。王县令举起酒杯，一脸惭愧道，见过王公子，我身为县令本有守土安民之责，可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能求助于晋安卫。王公子初来乍到就勇担剿贼重任，真不愧为王侯之后将门之种啊！这一杯我替全城百姓敬谢公子的活命之恩。话音落下，他仰头一饮而尽。好说，你也举起酒赔了一杯。继而豪情万丈道，区区山贼而已，且看我手到擒来。本公子这次来通州就是要干出一番事业给我父亲看，正好从这凤凰山马贼开始，先拿他们练个手。公子好气魄，我看公子此次出京恰如猛虎出笼，必能大展身手。是急是急。众人一阵天花乱坠的吹捧。既然如此，不知公子打算何日剿贼呢？王县令一脸关切的询问。你毫不犹豫脱口而出，就在明天。明早我一上任便立刻带人出城剿贼，免得多拖一天就多一名无辜伤骨遇害，早些还百姓一个清净，那匪首必定看不到后日的太阳。郑玄成四人对视一眼，脸上都浮现几分笑意，知道这事已经成了一半。我祝公子旗开得胜。郑玄成高高举杯，饮完酒后皱起眉头，吞吞吐吐的说道，不过山贼人多势众，为了万无一失，我明日多派些人协助。说完他又此地无银300两的补充了一句，当然我可不是怀疑公子的本事，只是狮子搏兔亦尽全力。不必。你大手一挥，如他所愿的说道，明日我只带手下提骑和护卫即可。今日那群马贼意图袭击本公子，已然被我重创，我看他们也不过如此，又何必多费人力物力呢？郑玄成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戏谑，装模作样的犹豫了片刻后没有再劝，而是再度举杯。既然公子有此信心，那我祝公子马到成功，祝公子马到成功。另外三人也是纷纷举杯。你哈哈大笑，你们在城中备好庆功宴，等我归来即可。接着又环视一圈，有些不满的挑眉说道，郑百户，今晚就我们几个大男人干喝，未免有些无趣了。公子且放心，我已有安排。郑玄成早就知道王腾是个色中恶鬼，下一秒大殿中出现几名弹奏乐器的女子，伴随着动听的乐曲，美人起舞，佐以美酒。奈何下一秒你打破了这美好的画面，跳舞怎么还穿着衣服？郑玄成四人闻言皆是目露惊愕，见你一直盯着他，郑玄成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，公子请稍等。他转身向那群舞女走去，一番交涉后谈妥了条件，10多名舞女含羞带怯的褪去衣物，这样才对吗？在场都是君子，正该如此坦诚相待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你大笑。随着曲子重新响起，舞女们也红着脸再度起舞，时而轻柔似微风拂面，时而犹如海浪翻涌，带给人极大的心理冲击。有辱斯文，真是有辱斯文。王县令低声喃喃自语，不停给自己灌酒。你看得津津有味，将无良纨绔的形象贯彻到底，大笑着起身跑向舞女们，来来来，我们一同共舞。在场众人已经彻底麻了，难道京城的上流社会都这么玩的吗？公子不要，羞死奴家了，哈哈哈！乖，让我康康。你鹤立鸡群，左拥右抱，手到擒来，引起阵阵交呼。不过因为还要提前为明天剿贼的事做些布置，所以浅尝辄止。跟舞女戏耍一番后，以今日舟车劳顿，想早些休息为由起身道辞。目送你离去，郑玄成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我呸，真不是个东西。他也好色，但平常都得是等天黑了关起门来，哪像你这样在别人家这么嬉戏玩耍的，太荒唐了。京城的官宦子弟都这德性吗？陈忠义不可思议道。王县令咳嗽一声，用不确定的语气说道，大多数人还是要脸的，也正是如此肆无忌惮，才敢在众目睽睽下打死婉贵妃的爱侄吧。弄死这混账东西都算是为民除害了。郑玄成又呸了一口，看向许志勇说道，你带上众礼，立刻连夜出城去见匪首，务必要跟他谈妥。是。许志勇点点头，沉声应道。谢清无坐在梳妆台前看书，黎将
将军目光炯炯地盯着他，时不时的眼神游离看向他身后。在那里，丫鬟正将佳肴端进来放在桌子上。夫人，可以用餐了。将一壶温酒放置好后，丫鬟轻声提醒了一句：“退下吧。”谢清无盯着手里的闲书，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。丫鬟应声而去，关上了门。谢清无这才笑语盈盈地看向肥猫：“你要不要一起吃点？”他想跟这猫妖搞好关系。这猫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应该好糊弄，想用口腹之欲收买我。黎将军的大圆眼里满是不屑，走向餐桌，就在红烧鲤鱼上咬了一口，声音含糊不清，但却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本将军看见的食物向来想吃就吃，从不用人请，所以谁也别指望用区区口腹之欲让我欠他人情。”谢清无一头黑线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猫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但他没有放弃，脸上重新挂起甜甜的笑容，素手提壶为猫斟酒，轻声说道：“黎将军误会小女子了，我难道不知您这等威猛不凡的大妖又岂是能被我收买的？只是敬佩将军罢了。您喝杯酒，别噎着。”黎将军抓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打了个饱嗝道：“别用美人计，我对你这种没毛的没兴趣，除非是找只毛色纯白的小母猫来取悦本将军。”谢清无再度气急，这死猫！另外，谁说我没毛了？多着呢！你推门而入的时候，谢清无继续看书。主公回来了，看见你后，黎将军指着谢清无说道：“主公，介娘们不是好人呐，刚刚想收买臣，用的还是美人计，但臣对您忠心耿耿，又岂会让他如愿？丝毫不为美食和美色所动。嚯，我倒是真没看出来你连受都能接受。”你出声调侃谢清无：“我没有诱惑那死猫。”谢清无闻言脸一黑纠正，然后又阴阳怪气的反击一嘴：“再说了，我要是真喜欢受，直接找你不就行了吗？好啊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伶牙俐齿的雌犬。你目露戏谑。”听到你的羞辱，谢清无瞬间涨红了脸，羞恼的将手里的书砸了过去：“放肆！你无耻！可是你先暗讽我是受的，怎么骂不赢还急了呢？”你随手接住飞来的书看了下封面，九州奇花异草录。你有些讶然的抬头道：“倒没想到你这种大家闺秀看书还挺杂。”谢清无不想理你，一个人坐下，沉着脸生闷气：“黎将军，你把书丢桌上，开口道：你立刻回山寨传话给二当家，让他连夜入城老地方一会。”遵命。黎将军领命而去，刚跑到门口又折返回来，抓起一个吃剩下的鸡腿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此腿臣拿着在路上当干粮。你黑着脸挥手示意赶紧滚。黎将军去得快，回得也快，让他继续盯着谢清无后，你就独自去城里据点见自己的左膀右臂。府里都是郑玄城的眼线，你当然不能走正门出去，飞檐走壁这种事对你堂堂宁气初期武者来说轻而易举。黄记当铺内院，这是你们在城里的据点，主要负责打探消息和销赃。当铺掌柜老黄已静候多时，大当家您来了。二当家在里面。你挥手打发他离开，轻车熟路来到一个房间，推门进去，里面有一名20来岁的女人正在自斟自饮，其身高目测2米有余，比你还高出一个头。她就是凤凰山二当家叶寒霜，人高马大，胸怀宽广。你们从结伴混迹江湖到占山为王，一起出生入死多年。你在他对面落座开口道：“事情你应该都清楚了，明天我准备。”大哥，我把陈三杀了。叶寒霜突然打断了你的话，你眉头一挑，看不出喜怒情绪的盯着他吐出了2个字：理由。陈三就是白天在通州城外被你派回山寨给叶寒霜报信的那个手下。叶寒霜毫不心虚，眼神冷冽：既然大哥你要李代桃江冒名顶替王腾的身份，那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知道真相的人就都不能留着。不仅仅是陈三，还有白日跟随你活下来的另外9人，甚至山寨里剩下的那20多人也全部都得灭口才行。毕竟他们见过你的真面目，一旦发现新来的静安卫小齐与自己大当家长得一样，必然会容易生出波折。而你听着他的话，缓缓摇了摇头。叶寒霜又说道：毕竟都是一个槽子吃饭的兄弟，大哥感到于心不忍也正常，所以交给我来动手就行。你再度摇头开口：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整个山寨除了你就没有我在乎的人。那9人是得杀，但要有策略的杀，毕竟在郑玄城眼里那9人都是我护卫，所以既要让他们死得不生波澜，同时也要死得合情合理。你其实早就有了杀人灭口的心思。凤凰山马贼都是一群打家劫舍的悍匪，抱团作案因利而聚，有义气但绝对不多。你说了很多，但叶寒霜只听见那句整个山寨除了你就没有我在乎的人。一副女汉子形象的她脸蛋微烫，眼神闪烁，连忙转移话题：对了大哥，还有一件事，静安卫百户所总旗许志勇刚刚亲自带着1万两银票上山要见你，我便装成你接待了他。他说明日一早你会带人进山剿贼，请我出手杀了你。为稳妥起见，他也会伪装成我们的人出手相助。意料之中，你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，眼中寒芒毕露，冷声说道：明天我不仅要杀了匪首立下一功，还要杀了那许志勇出口恶气，更要杀了山寨里所有人以绝后患。所以我们明日这样再这样。大哥英明，原来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叶寒霜听完满脸钦佩之色，你站起身看了眼窗外说道：不早了，我先回去，你也早些回山寨做安排吧。大哥，叶寒霜起身道：还有你抢的那个女人，她是不是也要灭口？叶寒霜语气跟表情都一如既往的清冷，但靴子里足尖却已经扣紧了。毕竟陈三和黎将军都说过那个女人长得很漂亮，若你只是爱上她的话那没事，可就怕你爱上她。你摇了摇头答道：她还要留着，我需要她的帮助才能更好完成身份顶替。可大哥你杀了她丈夫，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这种高门贵女心眼可多着呢。叶寒霜面无表情的说道：你不欲多做解释。下意识抬手想摸摸她脑袋安抚，但看了下身高差距又默默放下。放心，我不会给她害我的机会。就这样，先走了。叶寒霜张了张嘴，却也只能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你就回到宅院。黎将军趴在地上已经睡了，谢清无也躺在床上熟睡，睡姿板正。这女人莫非是以为只要她先一步睡了床，我就不好意思赶她下去？今天她敢睡床就是试探，我要是不管，明天她敢干出什么都不敢想。从一开始就要让她知道这段合作中以谁为主，掐灭她的小心思。你冷冷嗤笑一声，上前一把掀开被子，然后顿时就瞪大了眼睛。谢清无也醒了，虽然身上穿着一层衣物，但依旧下意识手忙脚乱地扯过被子遮挡。睡眼惺忪的她还带着几分起床气，瞪着眼睛质问：贼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穿的什么？你死死盯着她露在被子外面的腿，本该白皙无瑕的腿上裹着一层轻薄的白丝。你说这个？谢清无下意识抬起一条美腿晃了晃，用看乡巴佬的眼神看着你说道：这是冰蚕丝，每年的产量极少，京城的达官贵人都喜欢这种蚕丝所制的贴身衣物。
物，轻薄又丝滑，穿在里面比绸缎更舒服。你越看越觉得这就是丝袜。大周怎么会有这个？伸手一把捉住谢清无的小脚，想仔细观察。你干什么？混蛋，放开我！谢清无霎时脸蛋涨红，不断挣扎，企图脱离魔爪，但却终究是无用功。你的脸离手中玉足越凑越近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啊！黎将军蹭得起身，惊呼说道：“主公请住口，容臣先告退，放开我！”谢清无眼见你的脸离他脚越来越近，似乎下一刻随时会张嘴咬上来，羞愤的快急哭了。别动！你呵斥一声，谢清无和刚转身的黎将军同时不敢动了。不是吧？主公喜欢被人看着，可本将军是猫啊，这也能助兴？主公真是狗啊！你没像一人一猫想的那样直接上嘴，只是凑近点仔细观察，这才发现冰蚕丝的确与前世经常当一次性用品的丝袜不同，无缝，仿佛是浑然一体而成，薄如蚕翼，而且亮度更高，摸着手感冰冰凉凉的丝滑柔顺。你依依不舍地松开谢清无的脚后，问了句：“这冰蚕丝有其他颜色吗？你还是最爱黑丝？”当然有啊，冰蚕丝是能够人为上色的，可制成任何想要的衣服或者裤裙，但技艺要求很苛刻。谢清无松了口气，飞快地把小脚缩回被窝。穿越多日，你还是头一次对这个世界感觉到亲近，终于在这个世界找到了前世熟悉的东西，满足了你的思乡之情。接着你一把揪住谢清无的衣襟，将他提溜起来。你还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谢清无花容失色，弱小无助。你随手把他丢在地上，又扔了个枕头和2床被子，然后自己躺到了床上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谢清无恶狠狠地瞪了你一眼，把被子一裹，至少试探出了这家伙真不是人。黎将军，熄灯！你闭上眼睛，淡淡的喊道：“遵命。”黎将军失望地吹灭所有蜡烛。次日一早，黎将军跳到谢清无面前：“你可终于醒了，快叫下人送早膳进来吧，本将军都快饿死了。”他人呢？谢清无下意识回头往床上看了一眼，发现已经人去床空，去百户所了。黎将军随口解释一句，而同一时间，你已经在百户所完成报道，真正成为一名静安卫小旗。百户所院子里站着10名穿着黑色长袍、腰挎长刀的静安提旗。郑玄成指着你说道：“从今以后，王小旗就是你等的上官了。参见王大人。”10人齐齐行礼，诸位免礼。你意气风发，大声说道：“日子还长，今后有的时间互相了解，眼下先办正事。城外凤凰山马贼罪无可赦，现在我就带诸军前去剿灭此辽，还百姓太平。”是。众人齐声答道。你回头看向郑玄成，一拱手：“大人，我就先带人出发了。我和满城百姓静候王小旗得胜归来。”郑玄成笑道。你从怀里掏出一枚白色面罩戴上，看向下属们，大手一挥：“出发剿贼！”遵命。下属们齐齐戴上面具，白面辟邪刀，静安卫标配。驾！散开！统统散开！静安卫办事。一群静安卫在城中肆无忌惮地纵马狂奔，街上来往的百姓都或惊呼或尖叫着向两侧躲闪。这些鹰犬真是骄纵，个个都飞扬跋扈，着实可恨。一间942楼的妙龄少女愤愤地看着这一幕说道，身旁还有位年龄与之相仿的青年和一位蓄着胡须的中年男子，以及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。中年男子皱了皱眉提醒道：“谨言慎行，我们来通州是有要事的，避免节外生枝。”知道了师傅。少女不情不愿地收回目光，气质成熟温婉的美妇莞尔一笑：“我知兰儿嫉恶如仇，但涉及到官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否则会惹来大麻烦。”知道了师娘，我只在你们面前这么说。赵芷兰轻哼着撇撇嘴。你们一行人很快就进了层峦叠嶂的凤凰山，途经一处密林，两侧突然响起尖锐的破空之声。敌袭！你装模作样大喊：“有埋伏，保护王大人！”10名静安卫临危不乱，他们中实力最低都是断体境初期。杀了这些狗官！山林中冲出数10名匪徒，他们重点招呼那几名冒充护卫的山贼，也就是他们昔日的好兄弟。因为据二当家所言，就是这些家伙投靠了官府，才导致昨日下山打秋风的大当家中了埋伏身死，如今还带静安卫来围剿山寨，真是死不足惜。9名冒充护卫的马贼眨眼便已经死了5人。住手！我们是自己人啊！剩下4人意识到不对劲，连忙失色惊呼：“好打！”你怒目圆睁，持刀指着他们吼道：“怪不得剿贼之事会走漏风声玉玺，原来尔等竟然背叛本官，与山贼勾结，当初杀了他们！”先被昔日的兄弟们挥刀砍杀，如今又被大当家指责成叛徒。4人已完全懵逼，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离他们较近的静安卫皆已经扑杀了过去。数个呼吸间，4人就死于非命。至此，昨日跟随你一起下山抢劫的所有山贼全都身死魂消。大人，敌众我寡，你先走！一名静安卫边对敌边高呼道：“刚刚你挥刀挡箭那2下子，让他们看出这位上官武艺稀松，有你在的话，他们还得要分心保护你的安全。”好，我回城搬救兵，你等务必要杀光所有山贼，不留一个活口。你丢下一句话便而去，没有你这个大当家和叶寒霜那个二当家出手，山寨里的群贼们面对普通商贾护卫或县衙捕快还行，但面对静安卫，几乎只有被单方面屠杀的份。对不住了，兄弟们，跟着我吃香喝辣那么多年，为了我的一世富贵，就委屈你们少活半辈子了。你朝着和叶寒霜约好的地方狂奔而去，不多时就看见了一个蒙面汉子，单手持刀挡在路中间。你是何人？寓意何为？你满脸紧张地问道。虽然明知那是许志勇，但却故作不晓。许志勇见只有你一人，直接就摘下了面巾。贵妃娘娘有令要你性命，王公子这可怪不得我啊！去了阴曹地府要认准正主。许总旗，是你，是婉贵妃让你杀我的。你装作失声惊呼：“我父亲是威远侯。”许总旗，你饶我一命，我定当重重有赏。傲慢的家伙，死到临头还敢用赏这个字。许志勇莫名其妙的被激怒了，脚尖一点，身轻如燕般高高跃起。小子拿命来吧！下一秒伴随金石之音，你腰间长刀出鞘，轻松将许志勇的刀震开，同时得势不饶人跃起一斩。还处于震惊和懵逼中的许志勇匆忙提刀去挡，当的一声火星四溅，他手中的刀被震飞，人重重的从空中落地。他满脸不可置信的盯着你惊呼：“宁气静，该死！不是说不通武艺吗？该死的是你这匪首才对！”你寒声说道。许志勇当即一怔：“匪首？没错，你就是匪首。”你摘了面具冷笑道：“怪不得匪首能屡屡逃脱官府围剿，因为他还有层身份是静安卫总旗。但可惜啊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的真面目即将大白于天。你想杀我冒功？”许志勇瞪大眼睛，实力上的差距让他自知逃跑无望，只能跪在地上求饶：“王公子饶命啊！我也不想这么做的，都是郑大人逼我的，我也没得选啊！您饶了我，我给您当牛马。”
马，给您当狗。可惜我只喜欢雌狗。你摇摇头。就在此时，突发异响，2米有余的大车叶寒霜在树梢间腾跃。许志勇闻声回头，顿时大喜。许大当家来得正好，你我速速联手杀了此人。下一瞬，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叶寒霜手中长剑贯穿了他的心口。许志勇饿了一声后，身体失去支撑，重重的倒在地上。大哥，叶寒霜收起剑走到你面前，清冷喊道。还没断气的许志勇看着这一幕，怒目圆睁，嘴里不断发出呵呵的声音。你嘴角含笑走到许志勇身旁，脑子一定很乱吧？让你死个明白！其实我就是匪首，真正的王腾已被我毁尸灭迹。当然，从今以后你才是匪首了，而我是威远侯府的小公子，是刚上任晋安卫就剿灭凤凰山马贼、杀死匪首的英雄。哈哈哈！许志勇情绪激动的胸腔剧烈起伏，随即一口鲜血喷出，彻底断气。叶寒霜看了眼尸体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许志勇只是个小棋子而已，在他后面还有郑玄成和婉贵妃呢。我们接下来又该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你虽然话这么说，但更喜欢主动出击，先下手为强。婉贵妃位高权重，深受皇帝喜爱，你现在一时鞭长莫及，但郑玄成得先设法将其弄死。大人您没事吧？”一群身上染血的晋安卫纵马而来，远远的就一勒缰绳，翻身下马，快步跑到你面前。我没事。你摇摇头，目光扫过众人，说道：“好，很好，一个都没少。不愧是晋安卫，不愧是天子亲军啊！没堕陛下威名，看见你们没事，我也放心了。那些山贼怎么样了？”启禀大人，一群不入流的毛贼而已，也按您的吩咐全部诛杀，不留活口，只是没有发现匪首。诸位，那匪首已经死了。你指着不远处许志勇的尸体。众人闻言下意识往那边看去。啊，这不是许总旗吗？真的是许总旗？怎么会这样？所有人都大惊失色。最后齐齐看向你，希望你能给出一个解释。没错，那人就是许总旗，但也是匪首。你面色阴郁，沉声说道：“趁你们被缠住之际，此人拦路欲杀我，或许是自得身份隐藏的极好，加上觉得我会跟他以往那些刀下亡魂一样在劫难逃。我当时也与诸位一样，又惊又怒又不敢信，更是自觉难逃一死。幸好这位叫叶寒霜的女侠路过，出手相救，并将其击杀，否则我今日已命丧于此。”众人恍然大悟之余，也深受震撼。竟然是这样，怪不得总能逃脱官府的屡次围剿，可真是隐藏得太深了。幸好王大人自有天眷，生死时刻遇到叶女侠出手相救，否则您要是有个3长2短，那可就天塌了。诸位，你提高声音，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来。等杂音渐小之后，大声说道：“无论有多少曲折，但我们此行的目的都达成了。为祸多年的凤凰山马贼，包括匪首在内，已经全部剿灭。诸位全都是有功之臣，不敢居功，全赖王大人计划布置有方，临阵指挥得当。”一名青年立刻恭维，其他人虽慢了一步，也连忙紧跟着附和：“不错，全赖大人领导有方。”一个身材清瘦的晋安卫高呼道：“没有大人带领，就没有此次剿贼成功。我分明亲眼看见大人神勇无敌，一剑杀了匪首，杀那间全场死寂。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盯着他，拍马屁也不能乱拍啊！我们大人那2下子是能杀了匪首的人吗？何况真正动手的女侠就在旁边站着呢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被这么多同僚盯着。”清瘦斯文的晋安卫面不改色，振振有词道：“我亲眼看见的，就是大人杀的匪首。不错，我只是击伤此人，是王大人取了其性命。”叶寒霜淡然道：“你漫不经心的开口，我已重金聘请叶女侠为本官护卫随从。”众人恍然大悟，也放心了。没错，大人神威盖世，一剑取许贼狗命，我刚刚也亲眼看见了，我们都看见了，大人无敌，只是侥幸杀之罢了。你志得意满的大笑几声，抬手指着清瘦青年说道：“你立刻回城向百户报喜。”最先开口的青年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有些羡慕和不服气。可恶，明明是我先的。那个谁，你叫什么？你指着他问道。青年挤出笑容，干巴巴道：“大人，我没叫啊，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。”你笑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小人宋有才。”青年大喜过望，你说道：“去找几辆车，带领大家收敛其所有马贼尸身回城。”是，大人。宋有才大声应道。清瘦青年纵马进城，看着惊慌失措、四处躲窜的人群，他灵机一动，高声喊道：“新任晋安卫小旗王腾大人已经剿灭凤凰山马贼，亲手斩杀了匪首，凤凰山上的马贼被剿灭了，刽子手也被杀了。太好了，以后进货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这些年是伤不聊生啊，还得是晋安卫出手啊。虽然他们嚣张跋扈、目中无人，但实力是真的强，县衙屡屡剿灭不了的大贼。新来的王小旗一出马就立刻清剿了，城中百姓都是喜不自禁，特别是做生意的商贾更是大笑不止，在嘴里不断念着晋安卫、念着王腾的好话。自此，全通州城的百姓都知道百户所新来了个本事大的王小旗，刚一上任就剿灭了凤凰山马贼，人人称赞。同一时间，这时候也差不多了吧？怎么还没消息？王县令心不在焉，百户您的布置妥当吗？郑玄成一副老神自在的模样，王大人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有许总旗和匪首同时出手，那王腾定插翅难逃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大人！就在此时，陈忠义急匆匆的快步跑了进来。郑玄成皱了皱眉头，没好气的呵斥一声：“怎么，天塌下来了不成？”陈忠义停下脚步，呼吸急促的说道：“王腾差人报信说已经剿灭马贼，还杀了匪首。”什么？郑玄成震惊又斩钉截铁的说道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报信的人呢？速速唤来！卑职孙有良参见2位大人。”被王腾派回城报信的清瘦青年快步走入院内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郑玄成迫不及待的问道。孙有良大声答道：“回大人，原来许总旗就是那每每出动必定以黑金蒙面，使得至今无人见其真颜的匪首。”你说什么？许志勇就是凤凰山马贼匪首？郑玄成满脸不可置信的问了一句，随后还不待孙有良回答就怒斥道：“一派胡言！许总旗怎么会是匪首？简直无稽之谈！大人，请听我细细道来。”孙有良抿了抿嘴，编织好语言：“今日剿贼一事走漏了风声，我们才刚进山便遭遇埋伏好的马贼袭击，万幸王大人临危不乱，身先士卒率领我们迎敌，他的护卫尽数丧命。山贼凶猛，我们拼死搏杀，请求王大人先行回城搬救兵。”王大人虽想并肩作战，但也深知事有轻重缓急，只能先行一步。未曾想却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半路被一直未现身的匪首截杀。最后在一位过路女侠的仗义相助下，王大人亲手杀了
血案累累的匪首。等等，王县令打断他不可思议道：“你说王腾杀了匪首？”郑玄成也是满脸狐疑之色，毕竟他们知道王腾不通武艺。是，没错。孙有良毫不迟疑的连连点头。当时匪首已经被那位仗义出手的女侠击伤，但死到临头却还欲反抗。王大人一刀将其毙命，这是我们所有人亲眼所见。郑玄成皱着的眉头逐渐舒展开，这倒是能说通。还有呢，你说的徐总旗就是匪首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匪首摘掉面巾后那张脸就是徐总旗啊！孙有良话音落下后又补充自己的见解：大人，怪不得匪首总是蒙面，也怪不得他能屡屡逃脱县衙围剿，这一切都说得通啊！陈忠义眉头皱成了个川字，脑子有些乱糟糟的，他分不清，真的分不清啊！下意识看向郑玄成和王县令，而此刻两人脸色都是阴晴不定。你先下去。郑玄成挥挥手，孙有良应了一声，抱拳离开。王县令才对着郑玄成问道：郑大人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徐总旗怎么就变成匪首了？现在王腾没死还立功扬名，我们怎么向娘娘交代？徐总旗绝不是匪首。郑玄成掷地有声，咬牙切齿，一定是计划出了岔子，都怪那个突然冒出的老石子女侠，否则徐总旗定能杀了王腾。可就算徐总旗不是匪首，但现在他也是了。王县令吐出口气道：其实也是好事，至少王腾误以为徐总旗是匪首，就不会意识到有人在暗中算计他。王县令说道，接着又忧心忡忡地补充了一句：现在的关键是徐总旗死前是否乱说话。徐总旗应该没说什么，毕竟以王腾那纨绔的性格，若是已得知真相的话，早就怒不可遏，一路往京城跑去告状了。郑玄成缓缓摇头说道。王县令抖了抖宽大的袖袍，沉声道：我们也该亲自出城迎接这位大功臣了，必须给足这位侯府公子排场和面子。王府，谢清无说道：翠儿，你去打听一下怎么回事，外面怎地会如此热闹？是夫人。翠儿应声而去，片刻后满脸喜色的匆匆跑了回来。夫人，外面都在传王大人剿灭了凤凰山马贼，还亲手杀了匪首，都称颂他是大英雄呢。谢清无听完先是一怔，接着面色变得古怪，他在觉得可笑之余也更认可你的能力，往往是这种枭雄式的人物最终才能成就大事。县衙组织力还是很强的，很快一群本地乡绅和民众组成的欢迎团就齐聚到城门外。来了，快，锣鼓敲起来！县衙主簿招呼众人，一时间锣鼓喧天，欢呼声不断。快看，最前面那个肯定就是王大人，真是气质出众，英武不凡。是啊，长得可真俊真威猛。他身后那名女子好高好大。回城时王腾没戴面具，身后所有人都没戴，个个神采飞扬。你临近人群向郑玄成抱拳行礼，高声道：参见百户，卑职信不辱命，以彻底清剿凤凰山马贼，并且斩杀匪首。好！郑玄成大赞一声，王小七果真没让我失望，没让全城百姓失望。接着又一脸痛心疾首，义愤填膺地说道：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万万没想到匪首竟然是内贼许志勇这个可耻的败类，丢了晋安卫的脸。幸好王小七你识破了他并清理了门户，否则我们通州百户所可真是颜面扫地。我也没想到，大人今后用人可得仔细些啊！你阴阳怪气道。郑玄成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，你在教我做事？虽然心中恼怒，但表面上却是一脸苦笑的连连点头。王腾身后的众人对视一眼，咱小七到底什么来头？跟训下属似的训上司，偏偏百户大人还不恼，我替全城百姓感谢王小七的活命之恩呐！王县令连忙出来为郑百户解围，面色动容的弯腰郑重一拜，分内之事不敢居功。你话这么说，神色却没有谦虚的意思。郑百户看向身旁又高又大的叶寒霜，笑道：这想必就是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剿灭马贼的女侠了吧？真是仪态不俗啊！大人，她叫叶寒霜，今后跟在我身边当个随从。你介绍道。叶寒霜惜字如金，见过大人，免礼免礼。郑百户哈哈一笑道：庆功宴已经备好，王小七昨天晚上没能喝得尽兴，今日可得不醉不归才是啊！你也没谦虚，迈步就走，这个人好生嚣张。看那个百户跟县令接对齐前去后宫，多半又是高门子弟吧？人群中赵芷兰盯着你露出抹嘲讽之色，显然他仇富。兰儿住口！眼见小徒弟竟又口无遮拦，一旁的公孙毅颇为恼怒，罕见的对徒儿发了火：你若再敢不分场合胡言乱语，我就先将你赶回山门，免得因你管不住嘴而为铁剑门招来祸事。请师父息怒，小师妹她不是有意的。大弟子江夜白连忙出面为心爱之人求情。公孙毅瞪了这个同样不省心的大弟子一眼，就是你把他给宠坏了。赵芷兰被吓住了，小脸煞白，红着眼喃喃道：师父我再也不敢了。好了，兰儿不哭。公孙毅的妻子柳玉衡温声细语的宽慰道：那王姓小骑士下官，却能让贵为晋安卫百户的上官不惜如此折颜相待，可见必然出身望族。这样的人向来霸道，若是觉得被你冒犯，莫说是你的下场，我铁剑门兴亡也在他一言间。你师父训你都是为了你好。听着妻子的话，公孙毅心中也满是苦涩和无奈。他堂堂游龙境高手，论武力能打郑玄成和王腾10个，但却也生怕得罪了晋安卫，得罪了官府。毕竟郑玄成和王腾身后是大周朝廷，是数以万计的游龙境，是数位化境宗师，是身披玄铠的千军万马，这就是江湖人的悲哀。除了化境宗师和有数的几个大宗门外，其他所谓的大侠在朝廷官员面前不过尔。特别是他此次跋山涉水赶来通州，是有重要图谋，事关铁剑门能否再度振兴，所以处处小心，生怕节外生枝。庆功宴上欢声笑语，各怀鬼胎。百户大人，你目光灼灼地看着郑玄成问道：许志勇死后的总旗空缺，不知您欲作何安排？霎时原本热火朝天的场面便逐渐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错愕不已。你的意思很明显，你想要这个位置，这也太想进步了吧？才刚到任1天就想升官，而且还是理直气壮主动问上司要官，这下属当得真硬气啊！郑玄成也怔了一下，接着似笑非笑地反问了一句：王小七觉得呢？所谓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。我生于皇城下，长于公侯家，沐浴皇恩远胜诸君，所以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空缺出来的总旗之位，以报陛下皇恩浩荡。你满脸忠诚的遥遥向京城方向抱拳，无耻！看你能把要官一事说得那么理直气壮，还毫不避讳地搬出背景。郑玄成和王县令等人心里都同时
实唾骂，而其他参与庆功宴的人则都惊讶不已。没想到王大人竟是公侯子弟，王小琪报国之心实在是令本官佩服。说起来，缺了一位总旗还真是一道难题，多亏有王小琪挺身而出解了我的难处。不过本官权力所限，无法直接任命，就委屈王小琪先暂代总旗之位，待我报送千户所为你讨来正式告身。郑玄成笑呵呵地说道：“他当然不想给你升官，但以你胆当街打死婉贵妃侄儿的性格，眼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，不就得罪你了？”你顿时就喜笑颜开，那我就多谢百户大人了，恭贺王大人高升。在场其他人心里都是五味杂陈的笑着举杯祝贺，全力以赴羡慕不来。酒足饭饱后，你装醉离场，大人请抬脚，小心门槛。宋有才和孙有良一左一右殷勤地搀扶着你，迈出酒楼的门，你就懒得再继续装下去，站直身体从两人手上挣脱，说道：“行了，你们回去跟弟兄们继续喝，有寒霜送我回府即可。”嘿嘿，缺了大人这酒，哪怕是琼浆玉液喝着也无甚滋味。大人慢走。孙有良毕恭毕敬地拱了拱手，宋有才笑眯眯地附和一句：“俺也一样，没了大人喝酒如喝尿，粗鄙，怎能在大人面前说如此粗俗之语？”孙有良鄙夷地看着他，俺老宋就是粗人，不像你是秀才公弃文从武，何况大人有大量心胸开阔，才不似你这般计较。宋有才阴阳了他一句：“我就喜欢你这直性子。”你哈哈一笑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又看向孙有良说道：“倒没想到你竟然还有秀才功名在身，怎地入了静安卫？看来也有段故事了。今夜得闲，我们三人不妨小聚一场，可得给我好好讲讲。你对郑玄成和王县令这些人都没什么了解，正好能从宋有才与孙有良这里打探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何况昔日的山贼兄弟们都已化为了你升官发财的养分，如今身边缺少可用之人，总得招揽两个心腹爪牙，这是小人们的荣幸，随时等候大人召唤。”宋有才脸都快笑烂了，读书人孙有良比他矜持些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，答道：“是大人。”好，那就虚实还在这红冰楼不见不散。你摆摆手，转身离去。大哥，这两人看起来可都是媚上欺下的小人。离得远些后，叶寒霜才冷着脸表达了对两人的不屑。你淡然一笑：“寒霜啊，你只看见了他们的谄媚，我却看见了他们的进步心。就是这样的小人才好用，放得下脸，拿得起刀。只要我让他们看见上升的希望，他们就会为我所用。2刻钟后，夫君，他是谁？”谢清武仰头盯着叶寒霜，幸好有一段距离，否则再离近些，从他的视角就看不见叶寒霜的脸了，只能抬头望见山。佳妹，你简言一害。谢清武懂了，原来是女贼，但表面上却笑靥如花，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原来是妹妹啊，还不知怎么称呼，真是天生丽质，仪表不凡。快进屋坐吧。”叶寒霜眉头稍稍一挑，抬手就是一记耳光甩过去。谢清武猝不及防，痛呼一声，直接被扇倒在地，捂着脸惊怒交加道：“你敢打我？你也配叫我妹妹？”叶寒霜上前一步，他伸出大手轻易捏住其光滑的腮帮子，冷声说道：“搞清楚你的身份，一个被我大哥抢回来的俘虏而已，还真敢当自己是我嫂子了。”谢清武一甩脑袋，从其手中挣脱，眼神倔强地瞪着他，气得浑身直颤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和你大哥算是合作关系，不是俘虏。好，就当你说的有道理，可再有让我不爽，照样揍你。”叶寒霜双手抱胸，冷着一张俏脸，见对方一副就是不讲道理的样子，谢清武气急地看向你轻笑一声道：“她是我出生入死能为我挡刀的妹妹，你只是我有名无实的妻子，还指望我为你说话呢？况且谢清武不知道的是，叶寒霜动手打人就是你指使的。”谢清武感觉又气又委屈，霎时红了眼眶，泪如雨下。行了，妆都哭花了，你一改方才的嘴脸，上前蹲下去，温柔地帮她擦拭眼角的泪水，又伸手将其揽入怀中，看着叶寒霜不轻不重地训斥道：“你也是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别动不动就打人，她再怎么说也是你名义上的嫂子，还不赶紧道个歉？大嫂恕罪，是我失礼了。”叶寒霜抿了抿红唇，语气生硬，你又低头看向谢清武，一脸怜惜地抚摸他红肿的脸蛋：“我刚刚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再怎么说我们现在虽无夫妻之实，但却已经命运相连，生死与共，我又哪能不向着你呢？调教、拉扯、玩弄情绪，这就是你的顶级阴谋。终究只是个19岁没出过远门的姑娘，被这么一冷一热的对待。这2天本就心里委屈压抑的谢清武彻底情绪失控，紧紧抱着你这个临时依靠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你轻轻拍打着他的玉背作为安慰，对叶寒霜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赶紧离开。叶寒霜看着两人紧紧相拥，心里有些堵堵的，却也只能关上门离去。骠骑将军是不是吃醋了？黎将军跑到叶寒霜脚边，贱兮兮道：“啊呀，痛煞我也！”下一秒他就被一脚踢飞，躺在地上张牙舞爪的黎将军哇哇大叫：“殴打上官，这是犯上作乱，死罪！死罪啊！”喵！屋内谢清武哭了一场后，情绪得到释放，冷静了下来，才发现还被你搂在怀里，后知后觉的想要挣脱，你却不放，反而将其抱得更紧，嬉皮笑脸道：“刚刚你抱我的时候，我可没躲，总得公平不是？那你要抱到几时？”想到自己刚刚主动抱你并得到细心安慰的事，谢清武也有些不好意思。刚刚叶寒霜那一耳光，让他意识到自己如今只能依靠你，只要你没突破他的底线，他现在是不想翻脸的，但他不知道底线就跟底裤一样，一旦退一步就会被彻底扒下。你把他往怀里紧了紧，说道：“就给为夫讲讲为夫的家庭情况吧，讲完我就放开娘子。”好，你不能诓我。谢清武不信任地看了你一眼，才缓缓道来：“王腾的母亲在他3岁时病故，父亲威远侯40有5，一直未续弦，兄长名少棠，27岁已娶妻，任职军中，常年随父北疆效力。”说着说着，谢清武突然间惊呼了一声，娇躯瞬间紧绷，连足尖都伸直了，因为要紧之处被抵住，让他不敢乱动。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昨日屏风上看见的投影，心惊胆战。怀抱娘子这么个美人，没点反应才奇怪吧？继续说，放心，答应了不会碰你就不会乱来。你微微一笑，道像个君子。许是因为在家中，谢清武为图方便，裙装下只穿了薄如蚕翼的冰蚕丝，冰凉丝滑的材质让你忍不住蹭了下。谢清武羞恼地剜了你一眼，只想尽快讲完逃离魔掌。长嫂奈兰玉锦，25岁，与兄长两地分居，独自流经操持家中大小事务。哎呦，你别乱动！因王腾行事荒唐，所以与兄嫂子关系不睦。停下，快停下！谢清武实在说不下去了，为防止自己出更大的丑，他拼尽全力推开了你，一只手艰难地撑着地，让已经被抽空力气发软的身子不倒下去，眼神迷离却依旧强装镇定地说道：“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，那娘子好生歇息，我去换人烧水给你沐浴更衣。”你凑到
到他耳旁贴心的说了一句，便起身离去，并带上了门。虽然承诺了不碰谢清武，但那只是安抚。为了更万无一失顶替王腾的身份，必须拿下谢清武，让他跟自己绑死。实在拿不下，就只能辣手摧花。门关上后，谢清武终于支撑不住，瘫倒下去，心里羞愤欲绝，在那贼子面前丢死人了。晚上你带着叶寒霜去了红冰楼，大人来了，快请上座。包间里，孙有良和宋有才毕恭毕敬的迎接。我出门晚了些，久等了。你一边往主位走去，一边淡淡说道。孙有良一边斟酒一边笑道：没有，是我们来早了。对。宋有才连连附和。简单的寒暄后，几杯酒下肚，热了场子，也打开了话匣子。你一脸好奇地问孙有良：明德啊，你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，怎么没继续考？明德是孙有良的字，实在羞于启齿啊。孙有良灌了一杯酒，重重地放下酒杯，沉默片刻，声音低沉地说道：我曾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后来未婚妻被一路过的贵公子看上，强纳了去当小妾，又通过栽赃陷害和关系运作让我丢了功名。为保住性命和有复仇之望，我只能加入了静安卫。奈何加入静安卫后，我虽然努力办事求上进，甚至不惜巴结上官，可眨眼数年过去，还原地不动，一事无成，岂有此理？还有这种事？你听完一脸义愤填膺，你啊，虽能文能武，又会来事，可到底根基浅薄，没有贵人提携，在官场上难以寸进。但若是遇到贵人相助，一飞冲天也未尝不可。孙有良直接跪倒在地表中心，我知大人来自京城，是我以往难以触及的大人物，只求大人给我雪耻的机会，小人愿为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俺也一样。宋有才同样跪倒在地，掷地有声，小人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，万死不辞。什么死不死的？我看你们都能活着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。你哈哈一笑，然后漫不经心地说道：我初来乍到，对通州的人和事知之甚少，你们给我讲讲吧。就先从正百户王县令陈总旗讲起。孙有良思索片刻后说道：郑玄成的岳父曾是通州百户所的百户，后来把他扶了上去，在通州本地根深蒂固，实打实的土霸王，且哪怕疏于修炼，也有着名气后期的实力。王县令纯文人不通武艺，据说是在翰林院当差时得罪了人，被丢到通州，刚来不到2年，勉强算得上是个好官清官，在本地颇得百姓拥护。陈忠义是前年从隔壁8州百户所升调来的，对郑玄成言听计从，实力断体进后期。你听完沉吟不语。王县令和陈忠义好说，找个机会弄死就行了。难搞的是郑玄成本身在通州势力就很大，偏偏个人实力还强，哪怕你和叶寒霜一起上也不是对手。既然靠实力弄不死他，那么就只有靠权力了。说起来，咱通州有玄黄教活动的痕迹吗？你故作好奇地问道。有啊，怎么没有？宋有才说道。上一任县令就是被玄黄教的反贼所刺杀，当时咱百户所还抓杀了一批疑似和玄黄教有关联的刁民呢，不过却没能抓到真凶和大鱼。闻言，你心里有了一个计划，开口道：你们2个帮我做件事，给我寻些关于玄黄教的禁物，最好是能抓个教众。2人对视一眼，私藏玄黄教禁物可是死罪，要抓到个玄黄教反贼更是难上加难。不过只是片刻的犹豫，2人就同意了。以前苦于没机会，现在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，自然要拼尽一切抓住。酒足饭饱后，宋孙2人提出送你回府，你没有拒绝，得给手下表现忠心的机会吗？小2刚说完，客官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。突然一个少女急匆匆从外面跑进来，撞在了你身上，正是铁剑门掌门的爱徒赵芷兰。她惊呼一声，抬起头看去，看清是你后，眼中闪过一抹厌恶，当即便后退一步，欲要绕开。嚯，你这女人好生无礼，撞了我家大人不道歉就想走。宋有才手疾眼快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你弄痛我了。赵芷兰痛呼一声，下意识便抬掌打向了宋有才。她年龄虽小，实力却不弱。宋有才猝不及防，被击中胸口后，身体失控的松开她，往后倒退了几步才站稳。赵芷兰一脸得意的收掌，高仰着下巴冲你说道：管好你的狗！你霎时脸色一冷，放肆！大人且退后！孙有良勃然大怒，挺身挡在你面前，拔出刀就毫不留情地向赵芷兰迎面劈去。该死，休伤我师妹！晚了一步到酒楼门口的江夜白看见这一幕，又惊又怒，手中长剑一抖，击偏了孙有良的刀，同时人已飘然而至近前，长剑如蛇直逼孙有良胸口。你身后的叶寒霜及时出剑挡了这一击，瞬间便与江夜白战成一团。孙有良和宋有才同时满脸羞愧地朝着你抱拳请罪，卑职无能。你面无表情地摆摆手，静静看着叶寒霜与来人交手。江夜白作为铁剑门大弟子，实力明显比叶寒霜强些，叶寒霜招招致命也被其步步化解，逐渐落入了下风。够了，住手！你是欲杀官造反不成？看到叶寒霜马上要落败，为避免他负伤，你当即大吼一声，心爱之人被拔刀相向的愤怒瞬间退却。江夜白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干了件什么蠢事，他连忙弓腰抱拳道：还请大人恕罪。师兄！赵芷兰跑到江夜白身旁，拽着他的袖口：你很能打吗？你看着江夜白问了一句，不等其回答就冷笑着嘲讽道：能打有个屁用，出来混看的是实力，是背景，胆大妄为，敢行刺本官，抓回去关押，待我明日处置，别拿戴总旗不当干部。是。宋有才和孙有良毫不犹豫冲上去摁住赵芷兰和江夜白的肩膀，这次2人没敢反抗。江夜白焦急地说道：大人，还请放过我师妹。师兄，不要求他，分明是他小题大做。赵芷兰满脸倔强地说道：师妹住口！江夜白罕见地呵斥了他一声，继续哀求着你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求大人开恩，我师妹年龄尚小，恳请大人给她一次机会。头一次被师兄如此对待，也是头一次看到师兄如此卑微软弱一面的赵芷兰愣住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你懒得理会，挥挥手示意把人关起来，又随意丢下一袋碎银当给酒楼的赔偿，转身就走。大人留步啊！求大人念我师妹年龄上，又网开一面。江夜白还在身后大声哀求，他能轻易反抗孙有良和宋有才的控制逃走，但却反抗不了朝廷，还怕会牵连宗门，所以根本不敢这么干。你到家时，谢清武已经睡了，很识趣的睡在地上。你走到床边，倒头躺了上去。你睡得很香，但有人可睡不着了。公孙义神色焦急的不断原地踱步，柳玉衡忧心忡忡，秀眉紧皱，因为他们是入清初的大徒弟和小徒弟，从傍晚结伴出门后就至今未归。公孙兄和弟妹不必忧
忧心，我已经让人去找了。年轻人玩性大，可能是玩疯了忘了时间，又或是喝醉在了哪里。只要人还在城中，相信很快就有消息。莫家家主莫问归安慰道，他和公孙义是多年好友，如今在本地也算是颇有名声。公孙义叹了一口气，满脸歉意道，两个逆徒给莫兄添麻烦了。老爷，老爷！就在此时，管家匆匆而来，有消息了，老爷，祸事了。江公子和赵小姐在红冰楼跟进安慰新来的王小七起了冲突，还动了刀，已经抓起来了。听掌柜的说，似乎还是赵小姐无礼在先。什么？柳玉衡花容失色，焦急万分的看向丈夫说道，师兄，那静安卫大牢可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叶白和兰儿进去后不知要受多少苦，我们得尽快设法救人啊！这两个逆徒怎么敢啊？都是你平时宠坏了他们。公孙义咬牙切齿，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下心情，看向莫问归，莫兄，我们在通州人生地不熟，恐怕只能请你出面了，这事难办啊。莫问归一脸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叹道，我和郑百户有几分交情，若是换成旁人，哪怕是个总旗，我备份厚礼也就放人了。可这位新来的王小琪是个能通天的主啊！据城中一陈总旗说是威远侯家的小公子，因犯错被逐之通州，可再怎么样也是公侯血脉，而且听说其人飞扬跋扈，受不了半点委屈，所以连郑百户也得哄着他。江贤直他们对其动了兵刃，我出面恐怕也无甚效果，敢以刀剑加身权贵，神仙难救啊！这如何是好？一向端庄从容的柳玉衡失了方寸，泪花闪烁的望着丈夫，师兄，你快点说句话呀！公孙义一言不发，过了一会儿才看向莫问归，声音干涩道，多谢莫兄了，就不为难你了，请容我和那人单独商量下，看有没有什么法子。抱歉了，公孙兄。莫问归有些惭愧的道了声歉，便带着下人离去，不是无意，他如今有儿有女，家大业大，所以有些事是真不敢掺和。柳玉衡小脸煞白，梨花带雨的望着丈夫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公孙义一脸无奈的闭上了眼睛，放心，我绝不会不管他们。大人，大人！房间外传来管家阵阵呼喊声，你从床上坐起问道，何事？谢清武有些茫然的坐起，丝被滑落，礼仪有些凌乱。孙有良、孙提齐称有要事求见。管家回道，你眉头一皱，孙有良连夜上门扰清梦，说明肯定是紧要之事，备查，安排在大厅等候。是，大人。管家回道，你继续睡吧。你对谢清武说了一句，便出了门。大厅里静候着的孙有良行礼道，卑职不请自来搅了大人清梦，还望恕罪。行了，你我之间无需这些虚头巴脑的客套，你摆摆手开门见山，这么急找我所为何事？孙有良面色凝重的低声汇报，大人，我和宋兄亲手好好招待了今晚在您面前妄动刀兵的贼子，而那小丫头不忍见师兄被折磨的飞远，说了个秘密换我们停手。什么秘密？你微微挑眉。孙有良声音放得更低了，他们是隔壁巴州县铁剑门的弟子，之所以来我们通州是为图谋一仙人一物。你面色一肃，这个世界所谓的仙人当然不是真仙人，只是修仙者。虽然灵气枯竭后各种修仙妙法皆沦为废纸，但昔日修仙者留下的种种法宝灵丹妙药却是世人所渴求的。各个宗门世家大族，甚至皇帝都派人满天下的四处寻找这些遗物。孙有良开始进一步讲述，据赵芷兰所言，他们此行来通州名义上拜访住在此地的老友莫问归，但他偶然间撞破师傅和师娘夜谈，才得知此行真实目的是为了图谋莫家新得的仙人遗物。他们今日刚到通州，已经入住了莫府。你沉吟不语，半晌后才拍着孙有良的肩膀说道，你做得很好，蒙大人看中你是天眷，卑职安敢有非分之想。孙有良低头说道，刚得知这个消息时他也动心了，但是很快理智就战胜了贪欲。你的脸色阴晴不定几番变化，脑子飞快转动。大人，外面有一男子自称是铁剑门掌门公孙义求见。管家陈有福迈着小碎步跑进来禀报，王府大厅，你安坐上方。中年夫妇结伴而至，齐齐行礼。巴州铁剑门公孙义携剑内拜见王大人。公孙掌门好大的胆子，你的爱徒行刺本官是同造反，你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，怎么欲仗着武道修为逼迫本官放人？你冷着脸说道，小人不敢。公孙义把姿态放得极其低下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，子不教父之过，二人皆乃是我夫妇抚养长大，我虽名为师，实为父，逆徒疏于管教冒犯大人，我亦难逃其责，遂主动登门谢罪请罚。你豁然起身指着他喝道，不会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他们吧？本公子从小到大还没有过刀剑加身命悬一线之险。大人息怒。公孙义抬起头来望着你说道，还请大人先平退左右。此刻你身边只有孙有良一人，你大手一挥说道，不必了，此乃是我心腹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。孙有良立刻露出感动之色。公孙义深吸口气，盯着你的脸缓缓说道，逆徒犯下大错，我知二人何该治罪，但为师为父实在难以见死不救。我有一仙人遗物的消息，愿献议于公子，只求换逆徒活命之机。一旁的柳玉衡紧抿着红唇，她深知丈夫说出这句话是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压力，因为这本是丈夫视为振兴铁剑门的机会，现在却要化为乌有。你很意外，没想到公孙义竟会为了救徒弟坦白这件事。一直关注着你神色变化的公孙义见状，心中暗道一声果然，兰儿肯定已经说了。公孙义在失望之余，却也庆幸万分，想振兴宗门不能只靠自己，还得靠朝廷，若能趁机巴结上你，倒也不算坏。虽然你犯错被逐，但父子血浓于水，又哪可能真永远不管不问？何况如果不是你沦落至了通州，他就算是想巴结都没机会。仙人遗物的下落说现就现，公孙掌门真是爱徒心切，令人动容。你啧啧感慨，可紧接着又话锋一转说道，实话告诉你，这消息你那小徒弟不忍见大师兄吃苦已经交代了，我方才本来都准备去寻郑百户，以今夜行刺我之事为由，给你铁剑门治一个藐视皇权杀官谋反之罪，再给莫府加一个包庇同谋之责，提出由我亲自率众剿之，将你们统统都赶尽杀绝，再独占宝物。可是没想到你却先找上门来了，这可还真是让我很为难呢。一直未曾作声的柳玉衡愕然抬头，朱唇张得老大，又惊又惧，万万想不到竟有如此狠辣之人。饶是公孙义早有心理准备，可听闻此言也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但也知道你既然坦白此事，就说明已经打消了念头，最后才一咬牙跪倒在地，还请大人饶恕我铁剑门，小人愿替大人拿到仙人遗物拱手奉上，且铁剑门今后但凭大人差遣，为您鞍前马后赴汤蹈火。柳玉衡虽然深深受到了冲击，但更多的是心疼，知道这都是为了兰儿和叶白，为了铁剑门，而铁剑门更是他父亲留下来的。师兄！柳玉衡心疼地喊了一声，公孙义冲着他微微摇头，好，你大笑。
笑一声，既然公孙掌门愿意帮我获取那仙人遗物，我可就省下太多功夫了。明德，由你负责配合公孙掌门，此事不能走漏风声。我方才夜观天象，莫府今晚有血光之灾啊！公孙毅的选择你并不意外，因为只从他能盯上有人家的宝物，不论缘由如何，就已说明并非是什么宅心仁厚的君子，顶多跟你一样是伪君子。遵命。孙有良森然一笑应道。公孙毅头皮发麻，自然明白你的意思，仙人遗物要拿到，还要杀了墨家所有知情的人灭口，而孙有良就是监视他做这一切的人，这也算是铁剑门交上的投名状。对此，公孙毅别无选择。去吧，仙人遗物到手之日，就是你两位爱徒出狱之时。放心，他们在里面不会再受苦。你笑道。公孙毅当即带着妻子告辞离去。你盯着两人的背影，淡然一笑道：“真是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恭贺大人得铁剑门效忠。”孙有良顺着你的目光看去，落在柳玉衡饱满的臀上，笑言道：“那公孙夫人屁大如磨盘，也不知公孙掌门吃不吃得消。不行，倒是可以请大人代劳。胡言乱语什么？行了，回去休息吧。”盯死公孙毅，你说道：“你从不打下属女人的主意，除非是下属主动脱妻献子。师兄，刚刚你受委屈了。”柳玉衡满脸心疼地安慰丈夫。公孙毅微微摇头，能救出叶白和兰儿就好，只是为此不得不对不起莫兄，真是令我愧疚难安啊。柳玉衡也于心不忍，张了张嘴，柔声说道：“无论师兄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永远支持你，但是师兄要离那个王腾远些。”此人看向我的眼神心术不正。公孙毅神色一僵，说道：“师妹许是看错了，王公子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？当然我不是说师妹不好看，只是你以为人妻又年长了她许多。”接着又叹了口气，何况我们已经没得选了，只希望能借王腾的力量振兴铁剑门吧，否则将来我到九泉之下又以何颜面去见师傅师娘呢？柳玉衡按耐下委屈，勉强一笑道：“那或许是我看错了吧。”次日清晨，莫府尸横遍野，县衙的捕快先到现场，判断为武者所为，立刻将案子移交给静安卫。岂有此理，自我上任。除了前2年的玄黄教反贼刺杀县令外，通州还没发生过这等骇人听闻的凶案。郑玄成得知此事，当场火冒三丈。再过几个月就是年底了，辖区发生这种凶案，如果抓不到人，必然影响他的年终考评。他前2年就因为玄教刺杀县令一案未破，导致失了升迁机会，今年又突发如此血案，让他怎能不怒？陈忠义拱手道：“大人其实倒也不必如此火大，这和前2年的玄教杀官案可不同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抓到真凶与否，板子都打不到您身上。”郑玄成一怔，随后就突然反应过来，那让王腾去负责此案。大人英明。陈忠义舔着脸恭维了一句，他再怎么也是威远侯之子，虽说犯错被逐，但可没出家谱啊。除了我们这些被逼无奈的小人物外，应该没有人想得罪他，所以让他负责此案，哪怕最后查办不力，上头也不会太过较真，也不会影响大人您的考评。接着停顿了一下，又有些不平衡地补充了句：“何况他不是刚代长总旗之职吗？正该他表现的时候，案子没破是他的责任，案子破了那就全是大人您识人有道，领导有方。这么说来，那小子倒是个不错的挡箭牌，若不是娘娘逼迫，加上已回头无案，还真舍不得杀他。”郑玄成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命王腾来见本官。”是。陈忠义抱拳应道：“你正在书房里欣赏自己的战利品，手里拿着一枚玉佩细细观摩。”下方孙有良、公孙毅、柳玉衡3人皆垂眉低手，静静站着不敢出声。这就是那仙人遗物？你看向3人问道。孙有良立刻答道：“大人，此物是我亲自从墨家人嘴里审出来的。”你没有回答，挥了挥手。3人行了一礼后，纷纷退出门外。主公，莫不是被他们骗了？黎将军抬起头，狐疑地说了句：“应当不敢。”你摇摇头，想着前世看过的各种小说，当即咬破手指，滴了一滴血上去。然而没有任何玄妙发生。你皱起了眉头，这修仙者也不知道配个产品说明书。主公，让臣试试。黎将军说着就咬破脚趾，放在玉佩上踩了一下，玉佩瞬间绽放出一阵淡光。黎将军大喜道：“主公快看！”不用他说，你已经看见了。很快，黎将军的血液被玉佩全部吸收。主公，这是我妖族前辈的储物法宝，只有臣才能使用，还请主公赏赐。黎将军眉飞色舞，你脸都黑了。特么辛辛苦苦得到的仙人遗物给你做了嫁衣。黎将军连忙又说道：“主公，玉佩里面有东西，臣能拿出来，那就搞快点。东西归我，玉佩归你。”你皱着的眉头舒展开，下一秒面前出现了一件长袍以及一本无名书。你很失望，居然就这么点东西，看来这位仙人生前混的也不怎么行啊。多谢主公赏赐，臣告退。黎将军笑嘻嘻地叼起玉佩往外跑，你没理他，拔出刀试探性往那套长袍上戳了下，没戳动，甚至都没能留下痕迹，当即大喜，意识到是件好东西，穿上后防御力起码加100，再也不用担心轻易被人砍死了。接着又看向那本没有封面也没有书名的书，或者更确来说叫做本子，当即拿起翻开第1页。九州历528年5月6日，我误食灵丹化形后的第3年，依靠人身优势成功拜入天妖宫，并被外门天火长老收为弟子，踏上修行之路。即日起，我决定以后要把每天发生的事都记下来。原来是日记，这年头正经人谁写日记啊？好吧，不是人写的，那没事了。你简单翻了下厚度，这日记主人挺短命，总共才只写了几百篇，不过也能帮你窥视一下几千年前的修仙界。就在此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孙有良的声音：“大人，百户派人召见。”你应了一声，随即脱了自己的华丽锦袍，将那件疑似防御法宝的长袍穿上。你徒弟很快就会出来，你们夫妇在府中等我。院子里，你对着公孙毅说完就转身离开。王总旗来了。郑玄成一脸愁容道：“大人召见可是为了莫府血案？”你了然于胸地问道。看来王总旗也知晓了。郑玄成叹了口气：“凶手目无法纪，手段残忍，骇人听闻。此贼一日不抓我心就一日难安呐。我手下尽是饭桶，前2年杀官的玄教逆贼就没能抓到，这回我也不敢指望他们。王总旗可愿操劳？”你一脸傲然地应下此事道：“对此案我已经有了点想法，依我看机可能又是玄教逆贼所为，毕竟除了他们谁还敢如此胆大妄为呢？加上前2年杀官之人没落网，也助长了他们气焰。”郑玄成一听觉得有点道理，对坏自己前程的玄黄教他恨之入骨，于是郑重开口道：“如此就劳烦王总旗将这些藏头露尾的鼠辈揪出来，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都尽管来找我。”郑玄成心里则是暗道：玄黄教可不好对付，若是王腾真查到蛛丝马迹，我也有功；查不到上面也不好追究。如果王腾死在玄教逆贼手里，我对贵妃娘娘也有了交代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稳赢不输，抵达百户所。
你便让孙有良通知你手下的5位小旗，一盏茶的时间内来此待命。手下几名小旗断断续续的前来。卑职沈真参见大人。卑职叶过云给大人问安。属下李军参见总旗。你正翻看着从桌上随意拿起的一本书，似乎是没察觉3人进来，更没听见他们的话，而3人也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过了近1盏茶的功夫，你才放下手里的书，淡然说道：“还有谁没到？”回大人。高云亮和周勇2位小旗还没到。叶过云答道。他话音刚落，屋外就传来声音：“到了，到了，我们到了。”随后2个衣衫褴褛的男子冲进屋内抱拳行礼。你盯着2人没有应声，而刚从青楼赶来的2人自知已然迟到，汗流浃背，低着头不敢作声。你抓起茶杯砸在2人面前道：“本官的茶凉了，晋安卫乃天子亲军，不遵军令，延误军机，当斩。”可紧接着又话锋一转，语气放缓了些：“然而本官仁慈饶尔等小命，但你们已不配晋安2字。来人呐，扒了他们官衣！”是。孙有良、宋有才立刻带着几人冲进来，将跪在地上的2人摁住。一旁的沈真3人对视一眼，都知道周高2人纯属是倒霉，撞在了你的枪口上，被用来杀鸡儆猴立威了。但孙有良却清楚这2人并不纯粹是倒霉，因为他在得知2人昨夜宿醉于青楼后，便故意婉去了一会儿传信。毕竟若无人犯错，王大人这个代总旗怎么立威？若没有空的位置，那王大人又怎么提拔他这种心腹上位呢？当下属的得处处为上司分忧啊，顺便为自己谋取利益。大人恕罪，求大人恕罪啊！周勇和高云亮2人挣扎着大喊：“拖出去！”你大手一挥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周勇脸色涨红的反抗，气急败坏的骂道：“王腾，你装什么天子忠臣？要不是靠家里关照，你凭什么位居我等之上？”他此话一出，所有人脸色骤变。下一刻，叶寒霜出现在周勇身旁，见似寒光破空旗，瞬间人手分离。旁边被溅了满脸血的高云亮浑身骨头都软了，惊慌失措的连连喊道：“我认罚，认罚，认罚！”2名晋安卫立即将高云亮拖走。周勇此辽违抗上令，还意图行刺本官，当杀！来人呐，将现场打扫干净！你给周勇的死定了心，也没人不长眼的出来为其喊冤。叶寒霜冷着脸将长剑归鞘，重新站到了你身后。你接着说道：“空缺的小旗之位由宋有才和孙有良暂代，待我禀明百户再为你2人讨来正式告身。多谢大人提拔。”孙有良和宋有才狂喜，你目光缓缓扫过5名下属，沉声说道：“凌晨时分，莫府满门被害，此案已由本官负责。我怀疑这乃是玄黄教反贼所为，尔等立刻全城搜捕可疑人物，哪怕是将通州给我翻过来，也要抓到凶手。”是大人。5人齐声答道：“去吧。”你点点头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孙小旗、宋小旗，你们带人跟我走一趟现场，看看有无收获。”是。孙宋2人出列应道，亲自出了一趟现场，还是有收获的。这箱珠宝还有这箱银子都可能跟凶案相关，先搬到我府上去。是。宋有才应声回道：“这箱金子可能是重要线索，立刻送往百户所，让郑大人亲自过目。”是。宋有才恭敬回道：“这些银票数目较小，估计跟案子没什么关系，给兄弟们分了吧。”是。什么？多谢大人！宋有才大喜，你在莫府对种种财宝大点兵，对这个可恶的地主阶级的财富进行了一次再分配。大人多少得留一点，不然卷宗上不好看。宋有才提醒了一句，不愧是高贵的金爷，一看就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从来没亲自贪过污啊，哪有像这么贪得无厌的？你瞟了他一眼说道：“卷宗谁写的？不还是我们吗？在上面多添几个字，就写凶手谋财害命，不仅杀了莫府的人，还搬空了莫府的财物，这不是编造，是事实。”宋有才心服口服，他意识到在贪污这方面，自己在你面前稚嫩的就像个孩童一样。宋小旗，你去盯着他们，免得有人私藏，告诉他们老老实实办事，我定有赏赐。我最痛恨借公敛财、贪赃枉法之徒。你掷地有声说道。宋有才嘴角抽搐了下，遵命。待其走后，你才低声对孙有良说道：“给我里里外外、仔仔细细检查干净，确保公孙毅昨晚没有留下任何证据，有所遗漏唯你是问。既然收公孙毅当狗，就得避免有人可能通过狗查到主人身上。”是。大人放心，我一定连地缝里都不放过。孙有良郑重地答道。你挥手示意他去办事，自己则是离开莫府向百户所大牢赶去，差点忘了释放公孙毅2个徒弟。大人这边请。狱卒殷勤地把你带到了关押江赵2人的牢房前，听见声音，正在给师兄喂水的赵芷兰立刻起身扑到牢门前，噙着泪满脸愤恨地瞪着你，但却没敢再出言不逊，显然学乖了。可是在你眼里还不够乖，呵呵，看来你还是没能学会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我。你皱着眉头丢下一句话，随即转身作势欲走。不要！赵芷兰瞬间崩溃，泪如雨下的哭泣道：“求求你放我们出去！”你停下脚步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道：“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。”赵芷兰屈膝跪了下去，嚎啕大哭：“求求大人放我们出去吧！”师妹。角落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江夜白看着这一幕，心如刀绞，但却又无能为力。你居高临下的看着赵芷兰这个骄傲的少女跪在自己脚下，秀发有些凌乱，梨花带雨更加可人，胸膛随着哭声起伏不定，隔着裙子能感受到其弹性。如果你是山贼，这样出自名门的江湖少侠对你自然不假辞色，可如今你是侯府公子，是晋安卫总旗，这样骄傲的江湖侠女却也只能跪地乞怜。权力还真是个令人着迷的东西。你伸手一把捏住赵芷兰的下巴道：“早点这样不就行了吗？”赵芷兰只能是愤恨屈辱地闭上了眼睛。叶寒霜看着这一幕，虽然面不改色，但却已经捏紧了拳头。江夜白目赤欲裂，可也只能绝望地祈求：“别这样，我求求你了。”你嘴角含笑，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好了伤疤又忘了疼吗？